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婆婆打来电话，说我儿子洗澡溺水了。我跌跌撞撞地跑到医院，儿子已经没了呼吸。婆婆坐在地上垂头哀嚎，老公痛哭流涕，抱着我说这辈子都走不出来了。半年后，她搂着怀孕的女人进门，不耐烦道：这都多久了？我们也该朝前看了吧。再睁眼，我重新回到了儿子出事的那天，却看见婆婆亲手把儿子摁进了澡盆里。再睁眼，我耳边传来同事的议论声，单休也就算了，好不容易熬到周日，周扒皮怎么又搞个团建？熟悉的声音让我一阵恍惚，记忆里，儿子杨洋出事后，我就辞职了。别说是团建，就连老板周扒皮我都已经数年没有见到了。我下意识地抬眼，眼前的同事扎着丸子头，穿着修身亮眼的连衣裙，哪里有半点50多岁的模样？她义愤填膺，滔滔不绝。本来周日还打算相亲呢，又耽误了。相亲？可我在去世前，她分明在分享女儿考上名牌大学的喜讯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连忙扑过去，抓住她问：现在是哪一年？白晴，你有病吧？她嫌弃地直皱眉头。你过糊涂了，墙上不是都写的吗？我抬眼看过去，瞳孔骤然一缩，竟然是2023年10月21日上午11点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就在今天的11:30，婆婆打来电话，哭得声嘶力竭。她说，给杨洋洗澡时，她仅仅走开了2分钟，去阳台拿浴巾，再回来，杨洋已经溺在了澡盆里。我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，我居然重生了，且重生在了杨洋出事前的半小时。公司离家不近，如果现在回去，最快也要20分钟，更别说现在是中午，路上会堵车。想到这，我再也等不及，顾不得让同事帮我请假，拿上包，头也不回地往家的方向赶去。还没到家门口，远远的就听见杨洋哼哼唧唧的声音，我的心跟着颤抖起来，眼泪下一秒就夺眶而出了。这声音我多久没听见了？自从杨洋去世，我每天反复翻看之前给杨洋录的视频，再后来，前夫嫌这声音晦气，趁我不注意，把视频都删了。此时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冲进去，紧紧抱住他，告诉他妈妈有多想他。可推开门，看见眼前一幕的这一刻，浑身的血液几乎是一瞬间冲到了头顶。婆婆正咬牙切齿地把杨洋的头摁进洗澡盆里，他只有7个多月大，此时四肢在水里胡乱扑腾着，水渍打在婆婆脸上，似乎耗尽了婆婆的耐心。她更用力地把杨洋的头往盆底摁去。住手！我大喝一声，冲过去，一把推开婆婆，把杨洋从水里捞了出来。因为进来的及时，杨洋猛咳了几大口后，意识朦胧地睁开了眼。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浑身湿漉漉的，却还冲我咯咯笑。我心一酸，用力搂住他，大滴大滴的眼泪砸了下来，怀里的人咿咿呀呀的。婆婆慌了，她支支吾吾解释：杨洋不是心脏不好吗？我看网上说，给他练练闭气，有助于心肺发育，跟我在这胡扯淡呢。确认杨洋没有其他异样后，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床上。身后的婆婆摸了摸鼻子，心虚地跟上来：你不是在上班吗？怎么这会儿回来了？前世，婆婆说她给杨洋洗澡时，突然想起来浴巾没拿，走之前，杨洋还好好的坐在澡盆里的凳子上，等从阳台收了浴巾回来，杨洋已经溺进了澡盆里。他说这话时，跌坐在医院走廊上，一下一下地扇着自己的嘴巴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几乎快断了气。
我虽然也伤心，但看在他是无意的份上，也没有多责怪他。可现在幸亏是提前赶回来了，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竟是这样。滔天的恨意在心头翻滚，我没忍住，转身狠狠一巴掌甩了上去。婆婆被我打懵了，她捂着脸愣了愣，很快回过神，破口大骂：“反了天了！你个贱人，敢打老娘！看老娘今天不撕了你的皮！”她伸手就要扯我头发，被我闪身躲开。我一个反手，掀了2巴掌上去，又一脚把她踹翻下去，狠狠把她摁在了地上，力量悬殊，她被我制服在手下，动都动不了。她趴在地上嗷嗷直叫：“你是不是找死？你等着，等江明回来，看他不弄死你！是你找死吧？”我骑在他身上冷哼，一拳一拳砸下去：“你弄死我儿子，我弄死你，一命换一命，不过分吧？”“你放屁！”他捶地哀嚎：“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要弄死杨洋？他可是我大孙子，说出去谁信？”这句话突然像是一盆冷水一样朝我迎面泼来。是啊，家里没有监控，他也没对杨洋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就算报警，警察也不能做什么。我下意识地松开手，他立马从地上一咕噜爬起来，捂着头皮大叫：“贱人，你等着吧！敢对老娘动手，我叫我儿子跟你离婚！”我突然就冷静了下来。我爸在我结婚前给我买的房子，婚后被江明忽悠卖了，重新置换了一套。压箱底的嫁妆钱也被江明拿去做生意，洗成了共同财产。离婚，那简直太便宜他们一家子了。再一想到半年后，葛小婷就大着肚子被江明接了回来，按照时间推算，他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勾搭上了。离婚，我会损失一大笔钱，而他们一家却能坐收渔翁之利，含饴弄孙，颐养天年。只有留下来，才能让这一大家子遭受该有的报应。想到这，我一脚狠狠踢在了婆婆的膝盖上。她常年膝盖痛，这一脚下去，她立马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：“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儿媳妇发疯了！”江明晚上回来时脸都是黑的，也不知道婆婆添油加醋跟他说了多少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气得直拍桌子，一脸怒火：“白晴，你为什么打我妈？你不知道她身体不好吗？从前婆婆总是在江明面前表现得对我掏心掏肺，所以我们一家表面上一直是风平浪静的，别说是吵架，就连一句重话，江明都没和我说过。搁以前，他要是用这语气跟我说话，我非甩脸走人不可。但我现在知道，对付绿茶婆婆的方式是要比她更绿茶，所以我的眼睛立马就红了。对不起嘛，老公，你也知道杨洋有先心病。我一回来看见妈把他摁在水里，吓得魂都没了，一时冲动才打了妈。结婚后，我一直直呼他大名，结婚没几年就和他处成了兄弟。现在我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紧紧攥着手，再配上可怜兮兮的表情，他一下就愣了，到嘴边的话怎么都说不出来了。过了片刻，他不自在地别开脸：“妈肯定是和杨洋闹着玩呢，他还能害死自己的孙子吗？”是，我缩着脖子，柔柔弱弱地开口：“这次是我太冲动了，妈对这个家的付出我也是一直看在眼里的。现在冷静下来，我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”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婆婆面前，抽抽噎噎地问：“妈，你能原谅我不？”“嗨，多大点事啊！”婆婆不在意地摆了摆手：“妈知道，你也是为了杨洋，为了这个家，我哪能怪你？”我俩一副母慈子孝的模样。江明欣慰地直点头，又说了几句他在外面忙事业辛苦，希望我做好贤内助之类的屁话，就回房间了。笑死，
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家靠她养呢。她前脚刚走，婆婆后脚就跟了上去，我也蹑手蹑脚地跟在了后面。他们二人进了房间就锁上了门，我凑近了，才听见他们的说话声。江明责怪地啧了一声：“妈，你也是的。”听见他回来，不知道赶紧停手，被他发现可就糟了。还不是你管不住你老婆？婆婆语气颇有不满。当初她怀杨洋的时候，做那个什么四维，明明查出来杨洋心脏有问题，她非要生，手术又要一大笔钱。要我说，之前你就该直接给她下药，让她留了。行了，我哪知道这病还能救？江明不耐烦地打断：“你还是抓紧时间把这事解决吧。下次最好是趁白晴出差的时候动手。妈知道的，你也抓紧，早点让小婷怀上。白晴这我是不指望了，谁知道她下一个怀上的又有什么毛病呢？”婆婆趁机叮嘱：“我知道，你别说了。”他们二人的话像锥子一样，猛地一下扎进我的心里。医生明明说杨洋的心脏病是可以治愈的，我爸妈也说手术的钱他们来出，就连江明平时都表现得义无反顾地支持我，可在背后他们居然动了这样恶毒的念头。我死死地捂住嘴，无尽的酸涩涌上心头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最后我抱着杨洋的照片郁郁而终，而他们一家子却能其乐融融？杨洋，我的杨洋，既然妈妈重生回来了，这辈子妈妈一定会护你周全。我第一反应是把杨洋送回爸妈那。前世我察觉出婆婆不喜欢杨洋，于是产假一结束，我就把杨洋送去了娘家。可第二天，婆婆找上了门，当着小区里众多人的面，她拉扯着我妈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亲家呀，我这次过来是专门带孙子的，结果小晴二话不说就带杨洋回娘家了。这要说出去，还以为我亏待了小晴呢，这让我怎么抬得起头啊？现在别说是村里，就是在小区里，人家见到我都问我孙子去哪了，你叫我怎么说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家江明入赘了呢。我妈一向好面子，小区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她脸上也挂不住，连忙和婆婆打招呼：“是，这是小晴不对，回头我去说她。”于是当天，我妈就把杨洋送了回来。那天江明正好出差，婆婆颇有不满地冲我囔：“孩子放娘家这事你就别想了，在咱们村哪有把孙子送去娘家的道理？以后你带回去一次，我就去接一次。”那会儿我还真以为婆婆好面子，想带孙子，现在想来，她怕是想赶紧找机会把杨洋弄死，好给她未来健康的大孙子腾地方吧。现在就算我强硬地把杨洋送回娘家，不说江明和婆婆会心有不满，我妈也会拒绝。我在心底里暗自盘算起来，婆婆平时最爱占便宜，尤其是每知道哪里有送鸡蛋量血压的活动，不管多远，一定会赶个大早过去。想到这，我立马加了几个社区群，打听最近哪里有社区免费做活动。在众多广告中，一个超市免费剃头发，并且送购物袋的活动吸引了我。这家超市位置特殊，如果坐公交过去需要半个小时，可如果从小区后门钻过去，翻个围墙，再走5分钟就到了。但因为小区最近出新，且外面修路，小区后门早就被封死了。围墙下也因为长时间没人走，长出了湿漉漉的苔藓。不过婆婆一定会为了省2元公交费而选择翻墙。活动是明天，明天刚好下雨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下午趁遛娃的时候，我带着杨洋一起去了那家超市，拿了一张活动宣传海报。回来后，我把它折起来，
插在了门外边的把手上。婆婆睡完午觉，通常有去楼下垃圾桶里捡纸盒子的习惯。我听见她从房间里出来，开了大门，便没了动静。我勾起嘴角，应该是在看活动海报了。晚上吃饭时，婆婆果然提了一嘴明天要出去。江明吃着饭，颇有不满。明天下雨，你往哪去？不如在家看看孙子。明天周末，小晴在家，用不着我。他瞪了江明一眼，意思再明显不过。我在家，他下不了手。干脆出去玩玩，行吧？江明松了口，你别走远了，注意安全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亮，婆婆就出门了。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她打着伞，往小区后门去了，心里不断琢磨着，如果后门刚好有人，或者有人刚好也去那家超市，在有人互相搀扶的情况下，婆婆就能安然到达，那这次的计划就算失败了。我陪着杨洋玩玩具，心里一直默默祈祷着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窗外的雨也有快停的趋势，婆婆那边却没有任何消息。我的心渐渐沉下去，这次失败意味着我又要想一个新的计划。杨洋在床上待得不耐烦了，不停地叫唤。我焦躁不安地抱着他来回走，心里却不断打鼓。又是1个小时过去了，家里安静的只剩下的时钟的滴答声。就在我快要绝望之际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铃声在安静的房子里尤为刺耳。我迫不及待地接起，婆婆撕心裂肺的声音顿时从那头传来：“小晴，快来救我！”我掐住手掌心，生怕自己笑出声，又慌不迭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，现在在哪？她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。说回来的时候，她翻围墙时踩到了苔藓，从墙上摔了下去。末了，还叮嘱我，让我千万别叫救护车，别糟蹋他儿子的钱，我一个人去就好。我满口答应，挂了电话。我以最快速度把杨洋送回了娘家，这才悠哉悠哉地往婆婆的位置赶去。婆婆跌坐在墙角，浑身湿透，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她一边哎呦哎呦地叫唤，一边破口大骂。这遭天杀的物业，墙都破成啥样了也不知道修，非等死人了才知道急。我心里冷哼，她还是和从前一样，出了事就知道责怪别人。墙上明明贴了告示，禁止攀爬，她自己要爬，怪谁？想归想，我还是尖叫一声扑过去，慌慌张张地拎起她胳膊大叫：“妈，你怎么摔成这样了？你赶紧起来，我带你上医院。”婆婆也顾不上骂骂咧咧了，她痛得直往角落里缩。晴啊，妈估计腿骨折了，站不起来，你快别提溜妈膀子了，哎呦疼死了，别再拽脱臼了。赶到医院已经是下午了，医生看到报告直皱眉，说摔得很重，需要住院。等办好住院，她又恢复蛮不讲理的样子，坐在病床上指着我鼻子骂：“你脑子怎么长的？我都跟你说摔了，你不把车开过来就算了，还非要我走到公交站台坐公交。你是猪吗？猪都没你这么笨的，要不是你，说不定我都不用住院。”我站在一边，唯唯诺诺地绕着手指，一脸愧色。妈，我叫了出租了，但今天下雨，一时半会儿打不到车，不能想别的办法。她咬牙切齿，我一瘸一拐走了半小时，骨头都要断了，差点就要爬了。行了，大姐。隔壁床的大姐看不过去，出声道：“你儿媳妇为你忙前忙后弄到现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亲闺女都做不到这份上吧？有你什么事？”婆婆要骂回去，江明正巧火急火燎走了进来：“妈，你怎么摔了？现在怎么样？骨折了，需要住院。”我说着说着，眼睛就红了，
都是我不好，把妈折腾成这样。早知道摔这么严重，我应该去和对门借辆车的。找对门借车，你不知道丢人啊！婆婆拍着大腿又骂：你不知道去把你爸的车开来，猪脑子不会转弯的。结婚前，我爸给我买了辆车，平时江明在开。眼看着江明的弟弟江杰到了讨媳妇的年纪，婆婆隔三差五就念叨要把我爸的车拿去给江杰开，可真是会算计，都摔成这样了，还惦记着我家的车呢。行了妈，小晴也不容易，你少说点吧。江明斥责了她几句，又请了护工照顾婆婆，安顿好一切。她正要走，婆婆突然大声喊住她：你上哪去？江明回来时浑身说不出的烦躁，他摔上房间门，进去就冲婆婆呢：小晴又没做过饭，她能答应请假照顾你已经不错了，你非要她又做排骨又做鸡的，妈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他妈气急，我这是给她学习的机会，不然以后天天外卖，谁受得了那她学会了吗？今晚还不是得吃外卖？你总耽误我正事。小婷那又要和我闹。小婷，小婷，你就知道小婷。婆婆拍着床板嚎叫：你妈都快死了，还小婷呢？医生都说了，我要多喝补汤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不解决，你也别去见小婷了，下班就回来照顾我。江明更气了：你真是拎不清，耽误正事。他气得摔门出来了，正巧与在门口的我对视上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，道：以后不用你做饭了，你就点外卖吧。我垂着脑袋，抽抽搭搭地抹眼泪：对不起，都怪我不会做饭，妈连一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他叹了口气，安慰似的拍了拍我的手：没事，你照顾妈已经很辛苦了，吃饭的事我来想办法。他想了一宿办法，最终决定打电话把小姑子请来。小姑子不上班，一个人在家带孩子，正愁没钱花泥，一听找他来给妈做饭，每个月还能给2000块，一口答应下来。婆婆一听这法子也乐了：小晴不会做饭，那把我大外孙照顾好也行啊。正好杨洋那还有不少玩具，都给我大外孙装上。第二天下午，小姑子带着他儿子，空着2手就来了。他儿子叫李耀祖，才4岁，正是最熊的时候。前世他每次来这，不是砸杨洋的玩具，就是在我衣服里放虫子，以至于我看见他，心里都一阵发毛。他进门，笑眯眯地叫舅妈好。我赶紧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，塞给他一个鸡腿，又告诉他，只要他表现好，我可以每周给他50块零用钱。50块，他眼睛立马就亮了，又仰头问我，怎么才算是表现好？我循循善诱：外婆好久没见到你了，那你待会见到外婆，是不是应该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？于是她100米冲刺推门冲进婆婆的房间。婆婆看见她，别提多高兴了，顿时笑眯眯地跟她打招呼。她也乐了，激动的一个冲刺跑过去，又蹦跶的老高，一下子从地上跳进了婆婆怀里。嘎哒一声后，婆婆发出杀猪般的嚎叫：小兔崽子，你把老娘的腿做折了！别看李耀祖才4岁，但体重有50多斤，本来婆婆只骨折了一条腿，李耀祖这一屁股下去，婆婆另一条腿也骨折了。江明赶到医院时，脸都是黑的，婆婆拉着她一顿哭诉：家门不幸啊，一个好媳妇能旺一个家，就因为你媳妇不会做饭，惹出这么多事。江明有些不耐烦地打断她：一条腿也是折，2条腿也是折，反正要躺床上休养，多休养几个月区别也不大。你女儿和儿媳都在这，我就先走了呀。她急急忙忙要走，婆婆一下子就怒了：
你今天敢走出这门半步，我就不认你这儿子。周围有人看着，江明有些烦躁。干嘛呀，妈？我正和人吃着饭呢，得赶紧赶回去。哦，原来是在陪小三吃饭呢。他说这话时，我故意多看了他几眼，他瞬间就心虚了。没想到，婆婆竟比我还不乐意。她脖子一梗，那你说，她重要还是妈重要？呵，竟然和小三比起地位来了。也怪我，前世我把这个家照顾得太好了，所以两人一直母慈子孝的。这一世，我选择摆烂，两人的裂痕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。再高超的演技也改变不了烂到根里的本性啊！你干嘛呀，妈？江明尴尬地瞥了我一眼，又欲盖弥彰地补充：“当然是你重要了，什么客户能比得上你呀？这话是你亲口说的呀！”婆婆又得意了起来，她两手叉腰道：“你跟他说，我今天把你借走了，等明天再还给他。”江明一时语塞，在病床前待了片刻后，说要出去一趟给婆婆缴费。但出了病房，他看四下无人，又给葛小婷打去电话。我妈这实在是走不开，只能明天再去陪你了。我的祖宗哀，上次才给你1万，我身上哪还有这么多钱啊？你不是才买的包吗？行行行，给你，你去买，就当我弥补你的，行了吧？挂了电话，他又给葛小婷转去2万。医生说这次的骨折挺严重的，建议在医院多住几天观察情况。可正巧，隔壁床的人鼾声震天响，于是婆婆哭着闹着要回家，江明只能去办了出院。一到家，婆婆就颐指气使地冲我囔：“我儿子要上班，我女儿要做饭，那你就负责晚上睡我旁边，我晚上有事叫你。没问题吗？”我一口答应下来。江明没想到我这么爽快，有些不敢置信，随后一脸愧疚地摸着我的手：“小晴，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。以前我还以为你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大小姐呢，真是误会你了。”我体贴地摆摆手：“哪里的话，妈需要我，我义不容辞。”半夜，婆婆哼哼唧唧说要上厕所，我紧闭双眼，装听不见。她气得一下拍打在我身上，大声囔囔着要憋不住了。我嫌吵，摸黑戴上了耳塞。她急了，一拳砸在我腰上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他妈的是猪啊！老娘要上厕所，憋不住了！”被她这么一踹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一下从床上跳起，睡眼惺忪的就要去扶她，可来不及了，她就跟决堤的洪水似的，一瞬间噼里啪啦全都喷了出来。一时间，她崩溃了，拍着床板痛哭：“天杀哟，老了，居然喷屎了！”她的肚子又一咕噜一声巨响后，她失控似的又喷了一大滩出来。看着一床的屎，我吓呆了，赶紧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拉她去卫生间。可一站起来，一大坨干的混着稀的顺着裤腿就流出来了。我一脚踩滑，连人带婆一下摔倒进了那滩黄水里。不过摔倒前，我拼着全身的力气扯住婆婆，压在了她身上。婆婆被我垫在身子底下，溅了一脸的黄色水渍。她扶着腰，声嘶力竭咆哮：“出人命了，江明啊，快来救命啊！”呸呸！睡梦中被吵醒，江明看起来又生气又有些懵，他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地上一大滩黄色液体，好一会儿才抬头：“妈，你怎么失禁了？”即使面对的是亲生儿子，他的老脸也是唰的一下就红了，沾满了黄色不明液体的脸上看起来极不自在。他看看江明，又看看天花板，目光到处转悠之际，突然落到我身上。一瞬间，他像是找到了罪魁祸首似的，蹭的一下昂起头，指着我大声咒骂起来：“就是他，一定是他给我下药了！”
我说怎么好心答应晚上照顾我呢？合住是给我下毒了，先给我下药，后来又装听不见。他就是等着看我出丑。江明听他这么说，难以置信地抬头看我。妈说的都是真的，你真给他下药了？看他那副听风就是雨的蠢样子，我冲他微微一笑，想什么呢？菜是你妹做的，饭是你侄子盛的，水是你倒给妈喝的，妈吃的喝的用的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沾手，我就是想下毒也没机会啊。他想想也有道理，又看向小姑子：“你菜洗干净了吧？”小姑子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肯定跟菜没关系啊。我肠胃不好，要是菜没洗干净，我第一个不舒服。她说的倒是没错。前世小姑子每次吃她婆婆做的饭都会进医院，她老公一开始以为她是故意跟婆婆作对呢，于是跟她大打出手。后来才发现是菜没洗干净。打从那时起，小姑子就承担起了家里做饭的任务，不是我，也不是小姑子，但婆婆一次又一次的失禁，也不像是拉肚子的样子。她把怀疑的目光放到李耀祖身上。李耀祖平时就很顽皮，从前就经常捉虫子回来给我们加料。有一次我在饭里扒拉出一条大青虫，吓得当晚就发烧了。这边江明还没开口呢，一旁的李耀祖突然大声囔囔起来：“是我在外婆的碗里放了好东西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白色粉末，邀功似的递给江明：“是外婆说这是好东西，让我放舅妈碗里。我听是好东西，那肯定得先给生病的外婆吃啊！”看到李耀祖手里的东西，婆婆顿时大声尖叫起来。她想扑过去，可惜腿脚不好，原地摔了个狗吃屎，又跌进了地上的黄色液体里。这下子浑身都又臭又黄的了。她已经顾不上形象，坐在地上拍着大腿激动大叫：“小兔崽子，你污蔑我！你实话说，是不是你妈让你给你舅妈下药的？你个小兔崽子，你做坏事还敢栽赃到你外婆身上来！”小姑子一听这话，顿时跟避嫌似的，一把把李耀祖拉到身后，不高兴道：“妈，你别胡说呀！平白无故的，我给我嫂子下药干嘛？倒是你，拿孩子当枪使，药祖都被你教坏了。”婆婆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她拼命给小姑子使眼色，想让她承认下来。李耀祖突然大叫：“外婆，你怎么一直眨眼呀？你眼睛是不是坏掉了？”江明就算再傻，也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了。他脸彻底黑下来，皱眉怒斥：“妈，你也太胡闹了吧！小晴这些天对你怎么样？你也看在眼里，怎么还想着给她下药呢？”婆婆脸色惨白，她张了张嘴，还没说话，我连忙站出来拉了拉江明的衣袖：“行了，老公，这事不怪妈，可能我有些地方没做好，让妈生气了，也怪我，连饭也不会做。小晴，这事不怪你。”江明扶额，一个头两个大，后面不用你照顾妈了，我请个保姆吧。看得出来，这是对江明打击挺大的。他没想到他妈表面上对我和颜悦色的，背地里竟然干出下药这事。他硬着头皮给婆婆清理干净后，就让大家回房间休息了。但他没回去，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阳台上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，背景看起来有些落寞。见我过去，他挪了挪，给我腾了位置，又一盒烟吸完后，他盯着我，若有所思：“你说会不会妈以前就趁我不在，偷偷给你下药？那毕竟是他妈。”我当然得否认了，我眨巴着纯洁大眼睛：“啊，怎么会？妈不是这样的人呀！”他却跟没听到似的，又呢喃：“会不会是妈之前偷偷给你下了什么药，杨洋才会有先心病？”我当然知道杨洋的病和婆婆无关，可想到杨洋，
我还是沉默了。这些天一直忙着收拾婆婆，也不知道杨洋在我爸妈那怎么样了。再回神，我感觉脖子里有一丝热气，他把头埋进我的脖梗里低喃：“老婆，要不然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？”笑死！我在忙着收拾你一家子，你却想跟我生孩子。我摇头，妈身体不好，我想先把妈照顾好，孩子的事以后再说。江明听了这话，看起来有些愧疚，他叹了口气：“以前是我疏忽了，没想到我妈会这样对你。这样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买给你。”我盯着他，含情脉脉：“老公，我想让你陪我吃一顿饭。”就这，他惊讶了。是呀，我搂着他脖子撒娇。我们都多久没一起吃过饭了？我就想和你简简单单吃个饭，可以吗？他更愧疚了。第二天就在人均5000的江燕楼订了位。为了这顿饭，我特地打扮了一番，穿上了多年不穿的连衣裙，还把头发高高的挽了起来。他看起来有些紧张。与我对视的这一刻，我从他眼里读出了惊艳。当年江明对我一见钟情，工作中认识后，他对我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可是婚后，我把那些紧身收腰的衣服陆续换成了舒适的宽松 T 恤，他也肆无忌惮地早出晚归。此刻，他倒是惊艳了，而我看着他这张脸，只想作呕。吃饭时，他递了个盒子过来，上次出差时买的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我打开，是一条熠熠发光的项链，标价5位数。这价格放在以前，我想都不敢想，他也绝不会买来送我，应该是买了还没来得及拿给葛小婷的吧。毕竟他上次出差已经是1个月前的事了。我惊喜地让他帮我戴上，太喜欢了，这一直是我想买没舍得买的。我在他脸上轻轻啄了一口：“谢谢老公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”他脸上有愧色一闪而过。吃饭时，他的电话铃声一直在响，他摁断了几次后，对方仍没有作罢的势头，一个接一个的打过来，挂断10多次后，电话终于被他接起。他不耐烦道：“你能不能懂点事？我这真过不去。”也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，他偷瞄了我几眼，最终捂着嘴对电话那头含蓄道：“行行行，明天一定去看你，行了吧？”挂了电话，他脸不红心不跳地解释：“客户生病了，非要我上门去谈生意，不然订单就不给我。”我体贴地靠在他肩膀上：“那你去谈生意好了，家里就安心地交给我吧。”也许是过于内疚，又或者是很久没见到我打扮了，我拍了一张我们的合照，又要求他发在朋友圈里，他居然同意了。江明请了保姆，婆婆又有小姑子照看着，家里看似又恢复了风平浪静。但我当然不能让他们这么舒坦下去。第二天，江明早早的起来，剃了胡子，又系了领带。估计是想到晚上的约会，他看起来心情不错，哼着小曲，脚步轻快地出发了。他前脚刚走，小姑子也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门了。我知道他要去哪。前世，小姑子和楼下的老头勾搭上了，那个老头死了老伴，孤独的只剩下钱了。而小姑子的老公不仅抠门，还隔三差五的家暴。于是他每次借着来看他妈的名义，偷偷溜出来找老头约会，一直到最后，小姑子从老头那捞了上百万，又和她老公离了婚，整个人滋润的红光满面的。我掐着手心，一直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。我拿出备用手机，给小姑子的老公匿名发了一条短信，转头我又给老头的2个儿子都发了短信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悠哉悠哉地关了手机，支着耳朵密切听着楼下的动静。还没到半个小时，楼下传来小姑子老公的叫骂声：“江丽，你给老子出来！老子知道你在里面！”婆婆听到这声音，疑惑地直：“
伸脑袋，我怎么听见女婿的声音了？姜丽，楼下也有人叫姜丽。我跑得比兔子都快，我下去看看啥情况。小姑子的老公很有效率，他是带了几个兄弟来的。见小姑子死活不开门，他们几人直接动手把门拆了。冲进去时，小姑子衣服还没穿好呢。小姑子的老公见到这一幕，气得头顶冒烟，顾不得听小姑子解释，一拳照着小姑子的脸挥了过去，又拽住她头发，疯狂抽大嘴巴子。他破口大骂：“贱人！你敢背着老子偷人，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”小姑子见被逮了个正着，赖也赖不掉了，索性捂着脸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：“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有没有王法呀？还王法！老子今天就是王法！”他一拳又一拳地砸在小姑子脸上，她满嘴是血，门牙都被打掉了。周围看热闹的不少，我赶紧钻出来给江明打去电话：“江明，不好了，你快回来，你妹被人欺负了。”小姑子一听江明的名字，顿时撕心裂肺地嗷嗷直叫：“哥，你妹夫要杀人了，你快回来救我！”话还没说完，小姑子老公一把拖住她头发往门外拽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臭婊子，死不要脸的东西！我今天不弄死你，我就不姓李！”老头哪里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，吓得头一歪，立马晕了。江明在电话那头急疯了：“小晴，你先拦住他，我马上就到。”正在这时，老头的家人赶到了，一看到老头倒在地上，以为是被小姑子打的，立马拉住他，囔囔着要讨说法。小姑子被打得七荤八素，此时又被人拽住，以为是她老公带来的人呢，伸手就扯住对方的头发厮打起来。眼前5、6个人打成一片，江明在这时急匆匆地赶到了。他一看混战成这样，还是有些理智在的，第一时间就想拉开小姑子的老公，可小姑子老公反手就是一拳，又疯狂地在他身上连踹几脚。他喘着粗气大骂：“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，老子连你一块打！”小姑子的老公是练过的，平时又经常打架，几拳照着江明的腹部砸下去，江明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，倒在地上哎呦哎呦的，动都动不了了。江明和小姑子同时进了医院，小姑子还好，被扯掉几块头发，又掉了2颗门牙，江明就惨了。小姑子的老公把怒气一股脑都发泄在她身上，把她揍得肋骨骨折、鼻骨骨折，全身软组织挫伤，脸因为被打肿，嘴都歪了。老头被2个儿子及时送去医院，只是吓得心脏病发作，抢救后捡回了一条命。虽说最终没啥大事，但2个儿子气疯了，觉得自己的爸遇上了女骗子，囔囔着要小姑子退钱，不然就去起诉。小姑子怕背上官司，只能咬牙退钱了。婆婆一听这事，吓得当场就晕了，又被保姆一盆凉水给泼醒。她想来医院，可惜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，只能在家里干。着急，江明讲话都痛得嘶哈嘶哈的，都惨成这样了，还不忘今天和葛小婷有约会，把我支出病房就开始打电话：“宝贝，我今天又不能去见你了。是，最近家里确实是有点多，是动物园又去不了了。你要不然再等等，这次伤得有点重，等过段时间再陪你去看猴。”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，他眉心微蹙，不耐烦道：“家里一团乱，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？我知道那猴子长得像我，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但我也说了，我最近去不了，不然你自己去看吧。”葛小婷还在电话那头怒吼，她对江明屡次爽约非常生气，毕竟以前江明对她从来都是随叫随到。江明听着电话，
脸色愈发难看，用脚趾头想想都能猜到，葛小婷无非是在骂他不走心，不把他放在第一位。好多天没和他见面，肯定是变心了。沉默了5分钟，也不知道葛小婷触碰到了他哪根神经。江明气急大骂：“我他妈看你挺像猴的！”他怒气冲冲地挂了电话。说实在的，即使他后来对葛小婷有诸多不满，我在去世前都没见过江明对他说过一句重话。果然，友情饮水饱的背后，是有人为他们遮风挡雨，打理好家里的所有烂事。本以为江明屡次三番的爽约，葛小婷会跑到医院里来找他，可我想错了。可能是被江明朋友圈里的合照刺激了，又可能是江明这段时间一直有事推脱，没法见面。葛小婷确实按捺不住了，但她要找的对象是我。我回去给江明和小姑子拿洗漱用品，结果在小区楼下被人拦下了。我一看，乐了，竟然是葛小婷。她戴着帽子，紧身衬衫和牛仔裤衬得身材凹凸有致，手上还抱着一摞传单。尽管她戴了口罩，可她就算是化成灰，我也能认出来。她以为我不认识她，装作推销员向我推销儿童游泳班。也不知道她背了多久的销售话术，推销起来一套一套的，搞得跟真的似的。末了，她拿出手机：“咱们加个微信，您先考虑考虑，或者和您先生商量商量，等考虑好了，您再找我。”说了半天，就是找机会视奸我朋友圈呗。等他走远了，我立马发了条朋友圈，据说出差时逛了好几家店才选中的，老公有心了。配图是那天江明送给我的项链。发送前，我设置了此条仅葛小婷一人可见，就冲葛小婷这暴脾气，估计又要去找江明麻烦了。果然，我刚回病房，又听见江明有些不耐烦地皱眉打电话：“别闹了行不行？我是真受伤了，怎么会是跟他和好了？你真会想，行行行，我给你买，行了吧？”挂了电话，他给葛小婷转去2万元，也不知道这葛小婷给江明灌了什么迷魂汤药，光是我看到的加起来都有10来万了。一直等他打完电话，我才走进病房。他见到我，赶紧忙脚乱地把手机藏在枕头下，又不自在地解释：“嗨，一个客户听说我生病了，非要来看我，但咱们这3人间有规定，一个病床只能有1个陪护，其他人进不来。”居然还有这规定，难怪葛小婷没找到医院里来。我惊讶地问他：“你跟他解释清楚了？”他点头：“解释清楚了，人家不来了，解释清楚就好。”我利落地起身，站在最隐蔽的角度偷拍了一张我和江明的合照，又放在了朋友圈，配文：“老公说，最虚弱的时候最需要亲密的人来陪伴，离开一会儿就说想死我了，仅葛小婷一人可见。”朋友圈刚发送出去没多久，江明的电话又响了。他一看来电，脸都绿了，又为难地抬头看我：“客户电话，要不你接，我先出去。”我识趣地走出病房，隔着玻璃都能看出来江明快疯了，因为脸疼，说话的时候嘴只能提起半边，有完没完啊？我这真进不来第2个人，你来陪我？你疯了？万一被他看到怎么办？我不让你来，就证明不了清白了是吧？行，待会我跟他说说。我在外面快笑死了，一个当小三的人，还要人家证明清白给他看。果然，我一回病房，江明就小心翼翼地开口了：“要不晚上你回去，我找护工陪我。”我有些为难，刚刚医院那边已经登记了晚上陪护人员的名单，改不了了，改不了了。他一下提高了嗓音，因为激动，
牵扯到了伤口，顿时又捂脸倒吸了几口冷气。改不了了。我一脸感动地牵着他的手，老公，你别怕我累着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他傻愣着看着我，半晌后，他提了提嘴角，看起来快哭了。趁他和葛小婷解释不能换人陪护的时候，我又麻利地发了一条朋友圈。我提议请护工晚上陪夜，老公非说离不开我，一定要让我留下来。都老夫老妻了，也不害臊的。朋友圈发出去没几分钟，江明电话又响了，隔着老远，葛小婷的咆哮声地动山摇。江明，你又骗我，你混蛋！这是以江明给葛小婷转账5万元告终。这江明的钱包就跟哆啦 A 梦的口袋似的，葛小婷要多少钱，他都能拿得出来。结婚后，他把我的嫁妆钱都拿去倒买倒卖做生意了，虽比不上人家做大生意的，但也应该存了不少钱。可他挣了多少钱，从来不跟我说，问得多了，他就不耐烦地说这都是他自己挣的钱，我没资格过问，大不了把我的嫁妆钱从里面抠出来给我。正琢磨着呢，那边江明喊我过去，叫我帮他订餐。他的口味很挑，平时精致的东西吃多了，觉得医院的盒饭难以下咽。他把手机递给我，划拉了几下说要吃蒋记的便当，又问我要吃什么，让我一起打包带回来。我接过手机，正看着菜单呢，上面突然跳出来一条消息：哥，最近在忙啥呢？是江明的弟弟，江杰。这个江杰一直被婆婆宠溺得不像样，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，整天和社会上的人游手好闲，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，隔三差五和江明要点小钱用用。最近据说又迷上了赌，为这事婆婆没少骂她。现在看到她发来的消息，我眼前一亮。趁江明闭目养神的时候，我从网上截了一张存款图给江杰发过去，又以最快速度撤回了。江杰瞬间激动了，哥，你有这么多钱呢？他看见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淡定回复，发错了，找我什么事？很快，他回复过来，那我直说了呀，彪哥说要带我投资个大项目，我只要投资50万进去，不出半年就能翻番。江明睁开眼睛，疑惑地盯着我，还没选好，我快饿死了。来了来了，我给江杰发了一句电话说，又赶紧删了聊天记录，就把手机还给江明了。他接过去，刚把手机放到床头上，江杰电话就来了。这几天，江明一直背着我偷偷摸摸给葛小婷打电话，此刻他一看是江杰的电话，顿时一副敞亮的样子，点了免提。江杰的声音听起来别提多激动了。哥，原来你这么有钱呢，本来我还说找你借20万，再找妈和姐凑一凑的，现在你一个人就能帮我搞定了呗。江明皱眉，又做贼似的瞄了我一眼，别瞎说呀，我哪有什么钱？你先说，什么事？是，我保密，就那个彪哥呀，一直带我玩的那个，他最近有内部消息，说要带我投资个项目。哥，你只要借我50万，半年之内，我连本带利还你70万，你想都不要想。江明皱眉呵斥，你说的那个彪哥不是什么靠谱的人，你赶紧跟他断了。他要挂电话，江杰在那头急急喊道，别，哥，要不然你借我20万，你这么有钱，20万总能给我吧？剩下的我去找妈和我姐凑凑。哥，你可别不管我呀，这种机会太难得了。彪哥说了，5天之内要把钱凑给他，否则他就找别人去了。江明越听，眉头越皱，最后说了句1分没有，挂了，就结束了通话。怎么了？我有些担心地问。江明还是很生气，他愤愤道：“你说我弟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
成天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整天借钱借钱，哪天被嘎了腰子，估计还在替人家数钱。其实江杰虽然不靠谱，但还算听江明的话。这么些年，要不是江明给他在前面拦着，江杰早闯下大祸了。但他这么清醒可不行，这不就坏我大事了吗？我柔声道：“要不然就借给他，20万而已，也没多少。就算全打了水漂，他吃一次教训，以后跟彪哥断了，也算是个不错的事。”他掀起眼皮盯着我片刻，最终叹了口气：“你就是太单纯了。他这20万投进去，那个彪哥只会想方设法让他源源不断的拿钱过去，到时候就不是几十万能解决的了。”他有些头痛，捏了捏太阳穴，又挥手道：“别说他了，你先去把饭买了吧。”出了医院，我给婆婆打去电话，她虽然瘫在家里，但每天就跟下任务似的，不是叫我跟她汇报江明的身体情况，就是叫我给江明买这个买那个。电话一接通，老太太中气十足的又叫唤起来，说保姆最近跟她不对付，又说被李耀祖给折腾死了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伺候他。我跟他说了江明周末出院，又委婉提了刚刚江杰找他借钱的事。婆婆一听借钱，顿时又骂上了：“小杰真的没一天让人省心的，最近又迷上赌博了。还好他哥有出息，不然还不知道在外面闯多少祸。这次又借多少？”我勾起嘴角，轻声开口：“借50万。不过江明说了，他只有20万，剩下的叫小杰去找你想办法，找我借。”婆婆不可置信地提高了语调：“我哪里来的钱？小杰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不借。”我赶紧又补充一句：“小杰要拿去投资。”哦，对了，小杰说这次他有内部消息，投资50万，半年内就能翻番。他到时候连本带利能还江明70万，多20万。隔着电话，我都能感觉到婆婆两眼放光了。这么多钱，江明怎么不愿意借？他头脑发昏了。他说他没钱，他让小杰去找你和小丽借。放他娘的屁！婆婆一听要找他拿钱，顿时急了，忍不住大骂：“自己不想借还推给我，等着！”我去和他说。等我买完饭回来，就听见江明有些烦躁地在病房里叫唤：“不借不借！小杰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妈，你怎么从小到大都站小杰那头呢？”江明手上正挂着水呢，这一激动扯到了手上的针头，顿时有血渗了出来。他手忙脚乱地用手去摁，又急着打电话，便顺手打开了免提。婆婆在电话那头大喊大叫：“借！你妹都出事了，哪里还有钱？我也没钱。你把钱给那个女的花，不如借给你弟投资。投什么资啊？”江明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。他那分明是赌博，我这钱拿给他，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他以前是赌博，这次是投资，不一样。婆婆振振有词地囔囔：“你弟难得靠谱一次，又能多给你20万，你怎么就这么指望不上呢？是你们指望不上吧？”江明皱眉打断：“这钱我反正不借，要借你借去。”不顾婆婆在电话那头骂骂咧咧，她气得挂了电话。正在这时，江明电话又响了，他接起来，葛小婷娇滴滴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小明哥，你那还有钱吗？再转给我点呗，这次算我借你的。我哥把人家女孩肚子搞大了，人家女孩父母正在我家闹呢。我爸意思是给对方家20万彩礼，把人家女孩娶回家算了。”江明正在气头上呢，一听这话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张口就骂：“钱钱钱！你整天就知道钱，你哥没钱搞什么对象？你们都当我是冤大头啊！我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，
也没听你说过一句关心的话，张口闭口就是钱。他愤怒道：我现在不想提这个，等我出院再说。我见他挂了电话，当什么都不知道的快步走进去，他却跟不认识似的盯着我。沉默片刻，他若有所思道：我发现啊，只有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才知道谁才是最靠得住的那一个。葛小婷今天没要到钱，明天一定会趁江明出院的时候找机会见他一面。于是当晚，我又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老公感叹：出了事，我才是最靠得住的那一个。配图是我从网上找来的大额转账记录的截图。葛小婷果然坐不住了。第二天江明刚到家，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：你这几天是故意躲着我的吧？我不管了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20万。要是我哥女朋友因为彩礼这事跑了，我可不能保证我哥会对你做出什么事。前世我在他们举办婚礼时见过葛小婷的哥哥，他长得5大3粗的，2个膀子上纹满了纹身，脖子上还戴着个大金链子，一副不好惹的样子。可此时的江明还没见过葛小婷他哥，他还以为他哥和江杰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蠢货呢。江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：你威胁我？葛小婷有些得意：我可不是威胁你呀，你当时怎么说的？会对我好，对我一家好，我大话都和我家里人说出去了。可现在呢？不仅躲着不出来见面，还我家最需要钱的时候，你有钱却藏着掖着不拿出来。那我哥不找你找谁？他终于意识到葛小婷不是开玩笑的，咬牙大骂：你那哥哥就是个废物，谈个对象还要自己妹妹出去卖，真不嫌丢人的。我还不如把你哥女朋友娶回家算了。你他妈再给我说一遍！葛小婷的哥哥突然抢过电话，他勃然大怒，大声喝道：绿景小区是吧？你他妈的给我等着！我没想到葛小婷和他哥哥来得这么快，他来势汹汹的，1米9的大个子，脸上横肉直抖，看起来真挺生气的。来的时候手里还拎了扳手和酒瓶子。江明这才意识到自己惹到了什么人，他吓得面色惨白，急得一瘸一拐地在屋子里直打转。他想当缩头乌龟，奈何葛小婷快把他的电话打爆了，还扬言要上来砸门。江明怕被我知道这事，只能硬着头皮下去。葛小婷他哥见到了人，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揪住了江明的衣领子，横声道：就是你他妈的骂我是废物！江明一看他哥这架势，吓得腿一软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哥见江明跟个窝囊废似的，一把把他丢在地上，上上下下的扫了他几眼，鄙夷道：自己跟个废物似的，还有脸说别人是废物。他把啤酒瓶子往墙上一砸，指着他大声道：我妹现在怀孕了，你的，说吧，这是怎么解决？江明一愣：不能吧，我他妈说是你的，那就是你的。他欺身上前，拿酒瓶子指着他的脸威胁：要么你离婚娶我妹，要么给20万，这事就算了，否则我捅到你老婆那去。江明虽然之前想过和我离婚，可这段时间葛小婷隔三差五跟他要钱，让他动摇了。再加上葛小婷他哥凶神恶煞的，一时间他定在原地，似乎脑子都不会转了。他看了看葛小婷，又怯生生看了一眼他哥，纠结了一会后，弱弱问道：20万，这是真能了？能，行。江明拿出手机要给葛小婷转账，可操作了几下后，他脸都白了。他不可置信的又操作了几次，最后打商量似的抬头问：我能先上去一会儿吗？得到他哥的应允后，他3步并作2步的跨上来，冲进他妈的房间，大声喝问：妈，你是不是动了我的钱？他妈正躺在床上呢，被他冷不丁的吓一跳，后怕似的拍了拍胸脯：冒冒失失干嘛呢？你说那钱啊，
我今天一早拿你手机赚了50万给小杰了呀！江明一听，差点气炸了，他忍无可忍地盯着他妈大吼：“妈，我不是说了那个彪哥不靠谱吗？你还转给他干什么？”哎呀，你大叫什么呀？他妈喜滋滋道：“小杰不都说了吗？半年内多给你20万，你这钱不赚白不赚呢。”他大概意识到他妈这已经说不通了，只能深吸几口气，强压住怒火。这样，你现在打电话给小杰，就说我急用20万，过几天再给他。他妈见他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，不情不愿地拿起手机给小杰打去电话，可打了1遍、2遍，一直打了数十遍，还是没打通。他妈有些急，坏了，小杰一直电话不离手的，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江明手里的电话被葛小婷打了1遍又1遍，他此时已经顾不上江杰了，急急地冲他妈道：“妈，要不然你先借我20万，我过几天联系上小杰了再还给你。”他妈一听不乐意了，一把捂住口袋：“你要我钱干什么？”江明已经满肚子是火了，他指着窗户外边，气得大骂：“就是你要我生儿子，生儿子！现在葛小婷怀了，他们一家子就在外面呢。他哥要我给20万，不然就弄死我。”婆婆顺着她的手看过去，一看到窗户外边站了个凶神恶煞的纹身男，手里还拎着个半截酒瓶子，顿时吓得一个机灵。她急得直拍口袋：“妈，这也不够20万呐！要不这样，你去和小晴说，让她给小婷腾个位置，你把小婷娶回来。”江明急道：“但她怀的不是我的呀！”婆婆惊了，她大声道：“不是，这女的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她怀的不是你的，你怕什么？我哪知道他哥是个流氓呢？他一家子就是个无赖，现在非要我拿钱，不然要弄死我。”他急得团团转。从上周开始，我就察觉到不对劲了，一直在跟我要钱，要钱。妈，葛小婷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钱也是你偷偷转给江杰的，这是你想办法呀！我不管了。江明一副摆烂的样子，婆婆彻底傻眼了，她瞪大个眼睛，好半天反应过来，大叫：“我不给，我没钱，你找小晴要去，你随便找个理由跟她要，她人傻钱多好糊弄，肯定会给的。”她坐在床上动不了，于是一边叫，一边拿起手机就给我打电话。江明此时想拦也拦不住了，他们刚刚的对话，我在旁边的房间里都听着呢。电话响起，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进房间，问他怎么了。江明张了张嘴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婆婆在一旁抢先开了口：“小晴啊，江明现在遇到点事，你去跟你爸借20万给江明英应急行不？”江明也慌不迭地点头：“对，小晴，我现在生意上遇到点事，你借我20万。哦不，10万也行，我过几天联系上小杰就还给你。”我冷眼盯着他，一直到他说完，我淡淡开口：“江明，我想听实话。”他神色有一瞬间的慌张，随即死死握住拳头，一言不发。我走近他，轻轻扣住他的手：“江明，我们是夫妻呀，你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毫不保留地告诉我，哪怕是杀了人，我都会和你共同面对的。”他有些惊讶，随即眼眶微微有些发红。他小心翼翼地试探开口，声音像是哽在了喉咙里，酸涩且沙哑：“真的吗？任何事情吗？”“是。”我对他对视，坚定点头。“任何事情。”他哑声道。“如果我背叛了你呢？”我冲他笑：“哪有不偷腥的男人？只要你还愿意回头，愿意回这个家，我就会在原地等你。”他低下头，擦了擦眼角，看起来感动极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直到他冷静下来。他给我讲了关于葛小婷的所有的事，包括葛小婷是他老家隔壁村的女孩，
因为想在城里站稳脚跟，于是选择和他在一起，也包括他见色起意，又想要生一个健康的儿子，于是顺水推舟就接受了婆婆安排来的女孩。她还说，葛小婷怀的应该不是她的孩子，因为她前几次都做了错失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我不明白，想要一个健康的儿子，为什么要以伤害另一个孩子为代价？我更不明白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怎么就轻易的被一个可以治愈的病给击碎了？我强压下心头复杂的情绪，有些奇怪地看着他道：“那既然我现在知道了，你还给他钱干什么呢？”他愣住了，随即眼睛一亮，茅塞顿开道：“对呀，那这事不就解决了吗？”他又愁道：“但葛小婷那个哥哥看着挺唬人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，该不会我不给钱，他把我揍一顿吧？”我捏了捏他手心，柔声安慰道：“他打你，他会因为这事进去？你觉得他会为了他妹妹做出这么傻的事吗？再说了，你怎么会怕他呢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他能对你做什么？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呢？笑死！反正他不是冲我来的，我当然不害怕了。江明不知道，难道我还能不知道吗？葛小婷他哥已经3进宫了，不久前才从监狱里放出来。他被我分析得一愣一愣的，最终重重呼出一口气，轻松道：“你说的对，反正你已经知道这事了，我也不怕他捅出去。而且我确实不想再和那个女人有任何接触了，太恶心了，整天就知道要钱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最近家里发生这么多事，我才知道谁才是最靠得住的那一个。我望向他，那我想起诉葛小婷，追回我们的婚内共同财产，可以吗？他有些迟疑。我又补充，妈把你的钱都转给小杰了，小杰要是不还给你，下个月进货的钱都不够了。再说了，葛小婷和他哥把你当傻子耍，你就这么算了？他眸色暗了暗，终于郑重点头。好。葛小婷他们2人等了半天，没等到江明出来，气得在门口又是砸门又是骂街的，吓得婆婆躲在房间里瑟瑟发抖。江明也一脸后怕，还好我选择把事情都告诉了你，否则这2人绝不是20万就能打发走的。葛小婷和他哥在门口闹了一下午，没讨到便宜，最终骂骂咧咧地走了。江明以最快速度整理了起诉材料，反手把葛小婷告上了法庭。葛小婷气疯了，开庭那天和江明疯狂对骂：“傻逼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么多天躲着不见面，就是想提了裤子就走人吧？”江明也不甘示弱，睡几次就要几十万，你当你自己是什么高级玩意儿呢？活该被白嫖！骂得再激烈，法院还是宣判，要求葛小婷退回所有江明给她的现金转账。葛小婷之前收了这些钱，都给他哥转去了，现在让葛小婷退回，相当于是让他哥全部吐出来。他哥气不过，当天就找人在法院门口卸了江明的一条胳膊，还剁掉了他一根手指。葛小婷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把江明和他在一起期间所有的聊天记录做成30页的 PPT， 贴在了江明做生意的商城的大门上，连带着商城火了，连续在热搜榜上挂了3天。一时间，大家路过商城都会指指点点骂上几句，无非是这男的不要脸，一点都不愿意付出，吃干抹净就跑了。商城风评受害，生意都受到了影响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把租金退还给江明，让他滚蛋了。江明在法院门口流了一地的血，送去医院抢救的那天，婆婆接到江杰的电话，那50万投进去，一开始确实是挣钱了，可后来彪哥又引诱他拿着挣到的钱去赌博，这下子不仅赔得分文不剩，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。他在电话里哭得撕心裂肺，
求婆婆打100万块给她，否则她就要被彪哥带来的人给打死了。电话还没挂断，婆婆就被吓晕了。再醒来时，她哆哆嗦嗦地把自己存的养老金，还有葛小婷退还给江明的钱全都拿出来，给江杰拿去还债了。还有不够的，她想去找小姑子借，可小姑子听说了所有的事，怕被葛小婷找上门，连夜带李耀祖搬走了。婆婆又找我借钱，我两手一摊，没钱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江明已经脱离了危险。他躺在床上，唇色发白，一双眼盯着我，生怕我不见了似的。随即，他欣慰地笑了笑：“还好有你陪我，不然我真的就一无所有了。”我认真摇头：“不，你是真的什么也没有了。”随后，我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，签了它，儿子归我，我们好聚好散。笑容在他脸上僵住，他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：“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会永远等我？”看着他幼稚的样子，我冷冷道：“江明，从前我以为你把我当傻子，现在我发现你才是最傻的那个呀。”我笑道：“从你和你妈计划要弄死杨洋的那天起，我就不可能再跟你在一起了。”他愣住了，随即回过神。他猛地一下拍在桌上，勃然大怒：“白晴，你他妈的耍我！你早就知道葛小婷的存在。”事到如今，我承认的飞快。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暴怒道：“可是我跟葛小婷断干净了，我和我妈也并没有伤害到杨洋，不是吗？”我用看无可救药的傻子的眼神看他，到了现在，他还是一点没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。算计、出轨、杀子，无论哪一样单拎出来，都足够他被钉在道德的十字架上审判了。他咬牙死死盯着离婚协议，又突然冷笑出声：“我不会签字的，反正我一无所有了，我们就一直耗着吧。我过得不好，你也别想好过，我耗也能耗死你。”我无所谓地扯起嘴角：“随便你，我会去起诉，你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。”我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和江明打官司，最终法院判决了离婚，婚内财产全部平分，其中包括婆婆转给江杰的50万，葛小婷退回的婚内共同财产，还有婆婆后来拿去给江杰还债的钱。当初江杰欠了高利贷，彪哥威胁说，如果1个月之内还不完，就把江杰卖去缅北。婆婆走投无路，不仅拿出家里所有的钱还债，还和亲戚们借了一圈，但还是远远不够，又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才勉强凑够。我和江明的离婚判决生效后，江明已经拿不出任何钱了。当着公证人的面，他写了一份欠条给我，写着写着，眼睛就红了。他仰头问我：“白晴，我们还有可能吗？”我没说话，约莫过了5分钟，他抿了抿唇，无力地垂下眼，苦涩道：“我现在一无所有了，我妈病了，我妹跑了，我弟不争气，我现在惨了。每天一睁眼，还有一大笔钱要还。”江杰被婆婆拿钱赎回来后，她已经赌红了眼，口口声声说一定会翻身的，一来二去，又在外面欠了不少钱。我们离婚后，我把婚房处理了，又把这钱和江明平分了。这钱在江明的口袋里还没捂热，又被江杰偷去赌博了。他抹了把脸，哽咽起来：“小晴，我是真的后悔了。我不求你原谅我，但以后能不能让我还陪在杨洋身边？我可以在你家附近找份活干，或者去送外卖，只要你能让我见到杨洋，我苦点也没什么。”他越说越伤心，最后跪在地上，捂着脸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但我明白，他并不是真的后悔了，只是他妈中风，他没了工作，现在所有人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。他居无定所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
唯一想到能帮助他的人就是我了。我冷冷地推开他，反问江明：“你觉得你配吗？虎毒不食子，一个想害死自己儿子的人，还有什么资格说后悔？”他脸上满是悲伤。随着我收起欠条的那一刻，江明的声音变得歇斯底里：“白晴，我一定会重新混出头的。你不就是嫌我没钱吗？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。”身后有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，我没停留，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了。我以最快速度卖了房子，带我父母搬了家，一切都安排妥当后，我不可思议地看着手里的离婚证。明明才过了半年，我却感觉恍如隔世。我身后，杨洋已经会走路了，他蹒跚地走过来，手里拿了个米饼要给我吃。我笑着接过来，又摸了摸他的脑袋，他高兴坏了，拉着我要去玩玩具。我掏出手机，删除了江明所有社交账号，又拉黑了他电话号码。于我而言，重生是救赎，是改命，黑暗已经过去，我将去拥抱全新的人生。而他，后半辈子将会陷在肮脏的泥潭里，前半生欠下的债将压得他永远无法翻身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